随着绿能技术的进步，钙钛矿电池这个大家可能很陌生的技术，开始慢慢被大家视为太阳能发电的未来新星。它具备更高的灵活性，还有透光性，甚至还有机会应用在车辆、背包还有建筑物上。不过，这项技术是否能够取代传统矽晶太阳能电池，其实还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项备受期待的创新技术。大家好，我是 Kissplay。钙钛矿电池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陌生，但其实它在太阳能发电领域正掀起一场革命。这种新形态的太阳能电池有别于矽晶太阳能发电技术，不仅可以透光，而且还具备可以弯曲的特色，更容易实现涂料化让更多的物体经过涂布之后就可以达到发电的目的，让它有潜力成为未来绿能发电的重要角色。接下来我们就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聊聊这个技术。到底什么是钙钛矿？钙钛矿被称为 perovskite， 这一听就不像是英文，好像也不是什么化合物或是矿物的名字。没错，其实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是由俄罗斯矿物学家 Lev Perovsky 首次发现，所以就是以他的姓氏来命名。钙钛矿是一种自然存在的氧化矿物也就是钙跟钛的氧化物，化学式呢是 CaTiO3。不过呢，现在用来制作太阳能电池的并不是钙还有钛的氧化物，而是有机金属卤化物。大家应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种东西也会叫做钙钛矿？这又要回到2009年。科学家发现前面提到的有机金属卤化物，它的结构呢跟钙钛矿是相同的，所以就直接用钙钛矿来命名。而且这个化合物还有着非常神奇的功能，它吸收光之后就会分离成电子还有电动的良好效率。也就是说晒了太阳之后呢，很容易会产生电流的意思。所以这根本就是太阳能发电最好的材料之一钙钛矿电池的结构其实很简单，不过对于半导体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会感觉到有点困扰，所以这边就快速带过，大致了解一下就好了结构部分可以分为5层，最上面那一层是透明导电层，材料是镀上透明导电材料的塑胶或是玻璃。第2层呢是电子传输层，第3层呢就是主角钙钛矿层，也就是产生电子跟电动的地方。第4层呢是电动传输层，最后一层呢则是金属的电极层。这样叠起来之后，就会完成太阳能电池。然后电子传输层呢跟电动传输层呢就是可以互相交换的，谁摆在上面谁摆在下面都可以，各有各的好处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好，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对，真的好像蛮复杂的。这个好像看起来都必须要专业的机台才能制作，但事实上并不需要用专业的机台，这些材料呢都可以变为溶液也就像是油漆一样，直接涂上表面就可以去发电那最麻烦的钙钛矿层涂上之后也只需要照一下红外线，让它结晶就好了。所以这样叠起来，厚度最薄可以到达1微米而且也具有透光性，所以是非常容易制作出来可弯折的太阳能电池。所以像是背包上手机背盖上车身上都可以轻松制作以外，如果像是在大楼的玻璃帷幕上涂上这样的材料，是不是整栋大楼都可以发电，而且还能透光呢？这感觉就非常的厉害大家一定会怀疑，这么好的钙钛矿电池，为什么现在好像还没被用上目前钙钛矿电池的发电效率经过层叠涂布的方式实验室的数值已经可以跟传统矽晶太阳能发电呢相媲美了，是非常受到期待的技术。不过现在好像还没大量用在太阳能发电，其实关键就是在它的寿命钙钛矿的结构是比较不稳固的配位件，没有办法像是矽晶的共架件一般像这么稳固所以很容易遭受到破坏。当然寿命也没有办法像传统太阳能电池那么长。更麻烦的是钙钛矿对于环境的湿度非常的敏感，所以必须你要把它装好封好之后呢，才能维持更长的寿命。目前钙钛矿的生命周期大概只有10年相较于矽晶太阳能电池可以长达30年的寿命要短很多。而且目前大多的太阳能电池厂签约的保护期都是20年，所以大宗的太阳能电池的生意就是会倾向使用传统的矽晶太阳能电池会比较保险一点。这样看来
钙钛矿的电池发电效率没有矽晶太阳能电池来得好，寿命也没有比较长，根本就没有办法拿到最大宗的需求的订单哦。不过，因为钙钛矿电池跟矽晶太阳能电池吸收的太阳光波长不一样，不会互相影响到效能，因此科学家正在尝试把矽晶结合钙钛矿，创造出发电效率更好的太阳能电池。那技术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在既有的矽晶太阳能电池上面加挂透明度很高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哦。所以生命周期比较短的钙钛矿电池因为它可以很容易更换，只要贴附像上是薄膜一样的电池上去就可以了。所以在钙钛矿电池的生命周期结束的时候，就可以很简单的进行更换，来维持发电效率。所以这可能也是有机会拿到订单的方式之一哦。整体来说，钙钛矿电池虽然还在发展初期，但其可透光性、可弯曲性、可叠加性，还有更轻薄的特性，让应用层面变得更广泛、更容易制作。而台湾产业的部分，因为制程设备还有台湾相对成熟的面板业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对于切入这个崭新太阳能电池的技术也更为容易。当然，钙钛矿电池需要时间累积技术才能去做更好的发展。不过呢，就在绿能发展当道之时呢，钙钛矿电池应该会更容易取得资源跟资金，所以要快速发展，应该也会相对容易一些吧。以上就是关于钙钛矿电池太阳能技术的介绍，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